判决如下：院判决米白套装女人与黑发男人离婚请求成立，其共同财产全部归原告所有，被告净身出户。谢谢。回头再说。你真是太专业了，到现在都觉得像在做梦一样，真的让他净身出户了。汪女士，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这次的律师费。汪女士，我们合同约定的费用是30万，多出来的部分我不能收。陆律师，别这么见外。替我赢下这么大一场官司，我总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再说了，我们后面不是还有财产过户的手续要对接吗？这已经不是正常致谢了。你不光业务做得漂亮，人也长得这么好看。说真的，像你这样的男人，单身都让人觉得可惜。家事律师最怕的，从来不是案子难打。只要沾上一点，外面就只会盯着桃色2个字。为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吧。我亲自下厨，做几道拿手菜，我们好好喝一杯。姐这样，我只是个打工人。实在抱歉，汪女士。之前答应好的，不方便临时失约。不过没关系，我们以后总还有机会见面。
后续材料我会让助理整理给您，涉及过户流程的部分也会按规范和您确认。你这个人真的很谨慎。谨慎一点不是坏事。也是。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下次再约。陆律师，像你这样的人确实很难得。好险，差点晚节不保。收钱是收钱，留痕是留痕。把所有事情都放进制度里，后面才不会出岔子。来到蓝星已经20多年了。孤儿院开局不算什么好牌，可读书、考试、法考、职业，我一路都是靠自己闯出来的。东华政法大学毕业，进天启律所的时候，我还真以为自己能一路走上去。结果现实给我上的课，比法学院任何一门课都狠。熬了几年，案子没少做，苦没少吃，眼看快升高级合伙人了，背后却有人狠狠干了我一刀。那些莫名其妙被劫走的客户，每次临门一脚总会冒出来的阻碍，原来都不是巧合。心眼真小，偏偏今晚这场同学聚会，还是他牵头组的局。而我多半就是那个等着被踩的人之一。下午刚从一个温柔陷阱里脱身，现在另一场明枪案件已经摆好席面了。
周易，丽思卡尔顿15层的鎏金厅果然名不虚传。也够功利。来都来了，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去。同学会这种东西早就变味了。不是什么追忆青春，是炫耀成绩、攀附关系的名利场。不是上周有人跑到我那小工作室，哭着说老婆要离婚，硬塞给我请柬，我才不会来，我倒被套进来了。柿子，那可不，人家现在是红圈所君和的律师，专门接那些大公司就拿了7位数。哇，真的假的？太厉害了！这算什么？你们不知道吧？他老丈人可是冯修文。哪个冯修文？哪个冯修文？还能是哪个？方达律所的主任冯修文大律师啊，咱们海州律师界的泰山北斗。我去，真的假的？他娶了冯修文的女儿？从竞选班长到竞选学生会主席，他每次都卯足了劲。连他追了半年的细花，最后也答应了我的告白。哎，说起来，咱们律师这行当鄙视链也挺严重的。可不是嘛，做非诉的瞧不起做诉讼的，做诉讼的里面做金融商事的又瞧不起做民事刑事的。至于那些单干的个人所嘛，基本就在鄙视链最底端了。想当年有些人是学生会会长，叱咤风云。天天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离婚官司，真是可惜了啊！除了刚成了冯修文女婿的那个人，我想不出第二个。真够恶心。哟，这不是咱们当年的陆大会长吗？嘿，班长，好久不见，这1年多你的个人所发展的怎么样啊？这种小人动怒不值当。还行吧，1年收入100来万。嚯，没想到离婚律师现在这么赚钱啊！不做金融业务挣得多了。就是啊，早知道我也从我们所的非诉业务转去做民事案件了。天天跟那些糟狗叔打交道，头发都快掉光了，也没见挣这么多。从大律所出来，一下就找准了风口，这不就起飞了吗？不管是金融律师、民事律师还是离婚律师，能真正帮客户解决实际烦恼的才是好律师。我从业这么久，接手的离婚官司从没输过。靠胜诉赚钱
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离婚官司大多都是庭前调解，这算不上。你最大的痛点就是这个。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同学聚会只聊家常，不聊工作的。家天天在律所处理案子，多累啊！不如聊聊上学时候的趣事呗。还是黑衬衫男人厉害，天天做的都是 IPO 项目，接触的都是大企业老板。以后可得带带我们啊，富哥。听说你岳父最近又生了，以后你就是咱们海州律师圈的太子爷了。真够恶心的。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先提前走了。一群虚伪的嘴脸。该直播了。我想问问，怎么才能争到孩子的抚养权？你好，这需要结合双方的经济条件、居住环境和教育能力来综合判断。跟刚才那地方比，这里才像能喘口气的地方。不想离婚的富婆送出快斗1号1枚。这 ID 也太搞了吧！不想离婚的富婆，这是来打官司还是来砸场子的？快接，我已经闻到大瓜味儿了。感谢这位不想离婚的富婆送出的快斗1号。我现在向您发出邀请，请注意查收。啊，男的！这反差我直接笑出声。大家好，我是新来的，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的过去。那是一个我一直想忘掉的地方，但现在我准备面对了。徐先生，难道你又遇到什么离婚方面的困扰了啊？笑死我了！没对象就先把 ID 改成不想离婚的富婆，这哥们儿是有多怕婚姻？我爸妈催得紧，天天逼着我去相亲。啊！上次那场婚，我亏了3000多万，真不敢随便接触。所以你今天来是想咨询婚前协议，还是财产公证？我就直说了吧。帮那么多人打过离婚官司，手上肯定有不少恢复单身的女性客户吧？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最好是资产跟我差不多的，这样大家都不图对方什么，相处起来也踏实。徐先生，你冷静一点。我是离婚律师，不是月老。我的业务范围里不包括给人牵线搭桥。更重要的是，泄露客户隐私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顾律师，你误会了，我不是让你直接把联系方式给我。我知道那不合规，我也不敢让你干那种事儿，但我没别的路了，你明白吗？答应我，你会小心的。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就帮我问问？你只要帮我转达一下，看看对方有没有意愿。如果人家不愿意，那就算了，我绝不纠缠。穿一身卡其色职业西装，气质特别好。你觉得我跟他合适吗？哥们儿来真的啊！不是，我现在比当事人还紧张。陆律师，我是真认真的。姻缘系统启动，正在绑定宿主。绑定进度10%，50%，绑定成功。宿主你好，是否需要介绍系统功能？旨在促成美好姻缘，修复世界情感 bug。信息精准计算双方姻缘匹配概率，宿主每成功促成一对姻缘，即可获得相应姻缘积分。积分可用于解决宿主工作或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你的意思是，你能测姻缘？是的，宿主。那你测一下这两个人的姻缘概率。指令收到。正在采集目标人物信息，正在分析数据模型。职业面料厂经营者，年收入约2000万。目标2：离婚原因经济纠纷。追求精神契合。女装品牌经营者，年收入超2500万，个人资产约7000万。和双方性格匹配度、价值观契合度、生活方式适配度及婚史创伤互补性。最终测算结果，姻缘概率为75%。这个数值算高吗？姻缘概率超过的50%即属于高概率范畴。世间不存在100%完全契合的两个人，建议宿主尝试推进。徐先生，我先把话说在前面。一，我不会泄露任何客户隐私，也不会擅自把任何人的联系方式给你。这件事我只能替你转达一次意愿，不保证结果。第三，如果对方明确拒绝，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不能再以任何方式打扰。行，当然行。我会在合适的时候，按合规方式替你问一句。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律师。改天的事改天再说。今天这通连麦到这里结束。不对，我不该问，我守法。宿主首次受理姻缘事务，任务已记录。好了，热闹看完了，继续下一个法律问题。刚才是谁问婚前买房，婚后加名怎么分来着？笑死！上一秒婚戒，下一秒又回法律课堂。吴梦涵，姻缘败率75%。
75，不算离谱。更离谱的是，我居然真在认真考虑。徐先生，看在你确实很有诚意的份上，我可以破例一次。真的？黑发白衬衫男，你真愿意帮我？我可以帮你给那位吴女士打个电话，但是我必须说明白，吴女士的任何个人隐私，更不会直接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只是帮你们双方传达一下想互相了解的想法。只要你肯帮我问一句，我就感激不尽了。律师，你真是我的大恩人。今天的连麦先到这里，大家稍等一下。这通电话如果打坏了，砸掉的不是一次牵线。喂，陆律师。你现在方便说话吗？你有话直接说就行，不用这么客气。吴女士，是这样的一件事。大概8个月前，您来我律所签委托协议那天，在门口有没有遇到过一位男士？是我之前的一位客户。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当时还帮我扶了一下门的男人？我记得他脚上穿的是一双帆布鞋，对吧？对，就是他。想让我帮忙问问，你愿不愿意认识一下？这通电话仅仅是征询您的意愿，我不会让任何人继续打扰你。也只是先见个面聊一聊，决定权始终在您手里。嗯。我个人觉得你们其实挺合适的，你们都是刚结束一段婚姻，现在都把重心放在事业上，背景相对干净，也没有复杂的情感牵扯。而你经营女装品牌，年收入超过2500万，都很靠谱，不会像你们之前遇到的伴侣那样存在原则性的问题。要是身边的朋友知道了，你就是单身，这是任何人都无权干涉的权利。那闲话不重要，而且这也不是相亲，当个朋友聊聊天，互相了解一下。明明和律师本质八竿子打不着，可好像还是在替人争一项应得的权利。那行吧，陆律师，我信你。不过见面的地点能不能选在你的律所，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没问题。早上10点，您看可以吗？可以。
我马上通知徐先生。陆律师，喂，扩得还挺快，今天是特例。好也是唯一一次，那可不一定。徐先生还在吗？吴女士同意明天和您见一面，地点就在我的律师事务所。看离婚律师。热闹看完了，继续法律咨询。刚才谁问婚前买房，婚后加名怎么分？我开的明明是律所，怎么像真的长出了一条新路？比平时吵了一点。一群嗜血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富哥这嗓子可以啊！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人家这叫事业爱情双丰收，唱歌只是副业。以后海州律师圈谁见了不得给黑西装男3分面子？那那个离婚律师上热搜了，他的粉丝，我的天，现在都破100万了！都上前10了。这不会是买的热搜吧？评论区都疯了，全是自来水。切片底下全在排队喊他介绍对象。一个热搜而已，散的也快。我还把他踩在泥里，不过几个小时，他就踩着全网流量爬了上来。偏偏是用我最瞧不上的方式。你瞎嚷嚷什么呢？他一个做离婚官司的，能有什么流量？辛苦苦大半年，不也就20万粉丝吗？肯定是你看错了，连海州律师圈的核心都进不来，哪来的本事上快抖热搜？错，你们自己看啊，就是他，热搜榜第1，离婚律师吗？跨界比月老更靠谱。先生的代理律师。
是脸都不要了，好好的律师不当，跑去直播间当媒婆，简直把我们律师行业的脸都给丢尽了，跟那些街头婚介所有什么区别？简直是自降身价，斯文扫地。后别人问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认识他，就是太丢人了。说的对，以后别提他了。视频里那个女客户，那玩意儿得小100万。要是真给牵线成功了，对方能不给个大红包？搞不好就顶我们累死累活干半年了。何止是红包，你看他现在粉丝都破100万了，还在涨。流量要是利用起来，随便接点广告，做法律知识付费、直播带货，年入1000万都不是梦。我们呢？明里暗里把他往死里压，让海州所有像样的律所都不敢要他，不是要让他只能做最没前途的家事案，只能守着一个随时会倒的小破所，还一夜爆红。圈所熬资历，陪笑脸，伺候客户，才有今天。知道他能这么火，当初我们就不该跟着那个冷脸男一起踩他了。他火成这样，认识的有钱人肯定更多了。给我们介绍1、2个客户，都够我们吃1年了。现在后悔也晚了。好的，我在 KTV 门口。这么活下去，我绝不允许他压过我一头。可以了，目的性太强，显得自己跟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没什么两样。可他本来就是。傅律，还是你厉害，才几年就进了红圈所，人脉广，海州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不了，你要是方便，帮我问一句就行。这事我帮你问问。那种小事我给忘了。他们这些混得不如他的同学，不过是满足他虚荣心的工具人。他的成功，不需要的时候就丢在一边，处无异于痴人说梦。但灰发头像不一样，你现在是靠自己火起来的。网络热度带来的影响力，是那种圈子里的地位完全无法比拟的。也能帮他解决一个案子。但陆承言现在认识的，可能是无数个手握真金白银、嗷嗷待哺的潜在客户。得罪傅景行又怎么样？他本来也不稀罕参加这种看他一个人装腔作势的聚会。在吗？爸，我请客。
程岩，我是李浩啊，好久不见，你现在是越来越厉了，什么有空出来喝一杯？陆大律师，今晚都没机会敬你一杯，下次我做东务必赏光啊。今晚太乱了，都没顾上跟你说话。妈的，陆程岩这孙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一线，这种热搜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根本转化不成案源。这些人的言语间充满了不加掩饰的酸味与诅咒。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初都或多的黑西装男人给另一个人使过绊子，现在看到陆程岩一飞冲天，他们比黑西装男人本人还要难以接受，更是一种恐惧。他们害怕他会记仇，害怕他会用现在的影响力反过来报复他们。陆律师好帅，说话又好听，三观正，业务能力强。咨询。咨询请提前预约。我在红圈所熬了这么多年，每天10几个喝到胃出血，周末给人接孩子、遛狗，才走到今天。律师袍男人凭什么？就凭着在直播间里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法律知识？绝对不行！从大学开始，我就必须压着那个人一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须是。一个念头在他心里疯狂的滋长，变得越来越清晰。那种或明或暗的打压，只能限制陆律师进入精品所和规模所。但现在，黑发律师已经找到了另一条赛道，一条他完全无法掌控的赛道。那就必须用更强硬、更直接的手段。行业协会，他可以联系海州市律师协会，以网络直播存在不当宣传、涉嫌违规营销为由发起调查。这种调查，就算最后查无实据，也足以让对方的口碑受到巨大影响。一个正在上升期的网红，一旦沾上负面新闻，担任常务理事的岳父出面，而他那位眼高于顶的岳父一向看不上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想说服他不容易，除非突然想到妻子，他父亲多半会同意。他必须回家，他需要好好的跟自己的妻子谈一谈，必须回去。今晚就把这件事定下来。老公，你回来啦！今天同学会喝酒了吧？我去给你弄杯醒酒茶。不用，我没醉。那点在饭局上喝下去的酒精，早就被怒火蒸发得一干二净。他现在清醒得很，那点酒早就被那件事冲散了。我现在清醒得很。没醉？不对啊，你以前参加完同学会回来不得带酒气吗？今天怎么回事？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谁惹你了？老公，到底怎么了嘛？你快说呀，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工作上的事我都能解决，只是今天在同学会上见到一个不想见的人。谁呀？陆程岩。他
还有脸去参加同学会？他知道鱼儿上钩了。上学那会儿，他仗着自己成绩好，就处处针对我。我那时候没少受他的气。可现在他还敢欺负你？老公，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算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只是没想到这种没有底线的人，现在居然也能混得风生水起。上次同学会之后，他能混成什么样？你自己看吧。这就是他混得好，一个正经律师跑去网上当什么网红，还主做婚姻家事案件。我看他就是想当媒婆吧，简直是把我们律师行业的脸都给丢尽了。坐。谁说不是呢？现在网上的人都没有辨别能力，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这样下去，他靠直播都能赚得盆满钵满。我们辛辛苦苦寒窗苦读，熬夜加班，才有了今天。他呢，靠一张脸就行了。不行，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得意。不就是发视频吗？谁不会啊？我明天就让我爸安排几个律师也去拍视频，我要把这事儿拍成视频发出去，抵制这种哗众取宠、败坏行业风气的行为。我想到办法了。这样会不会太麻烦岳父了？而且为了我这点小事就去动用他的人脉，岳父会不会觉得我太无能了？老公，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们是一家人呢，一家人就应该互相帮衬。我爸作为律协的常务理事，出面整治且是理所应当。而且在我心里，你才是最棒的。我爸总说，他像你这么大的事，比他年轻时候优秀多了。等着看好戏就行。我现在就去给你弄醒酒茶，你坐着歇会儿。脸上的愁云惨雾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阴冷而得意的笑。他足够爱他，也足以听他的话。可他够爱我，也够听话，借他的手去说服他父亲，再合适不过。这盘棋已经成了一半。一股病态的快感从心底深处蔓延开来。黑发长袍男，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得意多久。一个39岁的离婚女人，就算手握10亿资产，又怎么可能找到那些真正的年轻富豪？哪个不是盯着20出头的小姑娘？给达腾律所的顾问费不是小数，得罪不起。钱总，真是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忙了，分身乏术，看看他们有没有时间。你可一定要帮忙啊！这次酒会我也邀请了天弘集团的李董。有。今天是什么日子？媒婆主题日吗？身家必须过亿，年纪不能太大，单身，运肯定不少，给我找一个。有病吧？一个个都当律师是干嘛的？婚姻介绍所吗？一个离婚律师不好好打官司，搞什么乱七八糟的相亲业务，简直是行业毒瘤。我，达腾律所高级合伙人，商事领域的招牌律师，
现在居然被客户逼着去当媒婆，简直是奇耻大辱。琳达，我下午的所有电话都给我挡掉，说我出去开会了。高律师，这么急着去哪儿啊？找主任有点事。哎呀，高律师这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可别气坏了身子。还能有什么事儿？我这办公室快成婚介所了，这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陆成言，没错，就是他，一个离婚律师不好好钻研业务，都带坏了，简直是行业毒瘤。高律师，你知道吗？这个陆成言是我先生傅景行的大学同学，还有这层关系？而且他在大学的时候没少欺负我们家景航。既然你也觉得他是个毒瘤，那我们不如联手把他彻底铲除掉。很简单，海州市其他所有看不惯他这种行为的离婚律师，集体在网上发视频抵制他，不务正业，是拉低了整个律师行业的专业水准。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很明确，我明白了。份上先把他搞臭。光有舆论还不够，整个海州市的律师圈里放出话去，只要敢去他陆成言的律所工作，精品所都不会再有他的利用机会。我们要彻底封杀他的人才来源，断了他的后路。没有律师给他干活，他那个破律所还怎么开下去？真的有过节？何止是过节，我们家景行眼中的一根刺，不拔不痛快。她是主任的女儿，既能解决我的麻烦，又能卖她背后的人情。不光是离婚律师，我还会联系我在其他业务领域的朋友，大家一起抵制。我要让那家律所在海州市寸步难行。那就多谢高律师了。琳达，进来一下。您有什么吩咐？拍几个短视频发到网上去，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格调，让他们自由发挥，怎么义正言辞怎么来。好的，我马上去办。算说出我的心声了。都问我认不认识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搞得我们像什么了？明白，马上行动。好，保持联系。抵制。原来苦主不止我一个。哼哼。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逐步渗透核心领域，时机布局稳健，进可攻，退可守，话将改变一切。我们将从这里开始，然后时机成。那个老狐狸居然肯帮忙，他也被客户烦透了，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给了他一个发泄的理由而已。哈哈哈！我早就想收拾那个家伙了。
只能自己一个人被堆积如山的案卷活活累死。老婆，你真是我的福星。下班我请你去吃城西那家新开的法式大餐。好啊。高律师，视频已经安排下去了，现在已经开始拍了。对了，你跟他们强调一下，视频的内容要对事不对人，重点要放在维护律师行业的专业性和严肃性上，解决法律问题，而不是做媒牵线人的名字，更不要暴露我们之间的私人恩怨。我们要让这次抵制显得师出有名。明白，我这就去交代。老高，我这边安排下去了，年轻人比我还激动，都抢着要。放心，我们所里最擅长写檄文的小伙子已经开始动笔了。视频已经发出去了，你就等着看好戏吧。你说看到那些视频会是什么反应？反应？他现在恐怕还蒙在鼓里，忙着给他那些客户当红娘呢。呵呵，整个行业的律师都不会再跟他有任何交集。到时候我看他那小破律所还怎么开下去。没错，让他再也招不到一个助理，一个实习生。我看他一个人怎么应付那么多案子。陆律师，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是啊，陆律师，要不是你，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对方有这样的想法。两位客气了，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能聊得来，还是因为两位本身就很有缘分。白衬衫律师，你就别谦虚了。这都快到饭点了，陆律师，要不一起吃个便饭？就当是我和吴总对你的一点心意。对啊，陆律师务必赏光。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你们也看到了，律所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我实在是抽不开身。陆律师，既然你这么忙，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不过我今天来，除了见米白西装女，其实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哦，徐总，请讲。实不相瞒，我是真心想报答你的帮忙。我那个工厂最近和下游的合作方出了一些纠纷，合同上的条款扯皮了很久。我想问问，你们律所能处理这种商业合作纠纷的案子吗？但说实话，我对他们的业务能力不太满意。这次跟您接触下来，我觉得您是个真正有本事又靠谱的人，所以我更信任您。徐总放心。
我们律所虽然主打离婚业务，但商业纠纷这类民事案件，我之前也处理过不少。白衬衫男就这么定了，跟您正式签合同，委托您做我们工厂的常年法律租位。既然徐总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得表示表示。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换一家合作律所。感谢两位老总的信任，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两位的公司保驾护航。丁，系统提示：检测到客户徐一峰与客户吴梦涵当前匹配度为85%，已进入深度接触阶段，请宿主持续关注。另，检测到资料库中尚有3位客户的再婚需求可进行初步匹配，请宿主及时处理。助理不够，最好再招1、2个能独立办案的律师。白衬衫男人，电话终于能消停一会儿了。今天下午已经安排了6个咨询，都是预约过来谈离婚再婚需求。照这个势头，律所必须尽快扩张了。我上个月的工资感觉又要保不住了。哎，你快看对面，那不是艾薇女装的吴总吗？他旁边的那个男人是谁？看起来好般配啊！幸好我换了新手机，100倍潜望式变焦，让我来瞧瞧。那个男的我认得，是创梦家具的徐总，直播里的男嘉宾。他们俩真的在一起了。那个帅哥律师是传说中的金牌媒人吗？快录下来，快录下来！搞定，成了！独家爆料。丁，恭喜主人成功促成一桩良缘，奖励姻缘积分75分。哦，系统这才刚见完面，怎么就算促成良缘了？系统判定客户徐一峰与客户吴梦涵双方互有好感，匹配意愿强烈，已达成初步匹配任务。本系统只负责牵线搭桥，后续发展由客户自行决定。系统原来如此。丁，咨询该问题需要消耗50姻缘积分，是否确认？问个问题都要收费，真像付费软件。系统提示：根据后台数据分析，海州市各大律所已达成默契，将对您进行联合招聘封锁。招聘封锁？另有部分律师因其客户在咨询离婚业务时频繁提出相亲需求，对您的业务模式产生迁怒情绪，自发参与了本次封锁。做个媒人，竟然也能拉来这么多仇恨，封杀我！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张网到底有多结实。正在为您筛选目标人物名单。张伟，男，42岁，均衡律师事务所，擅长领域商事诉讼、合同纠纷，面临被辞退风险。业务能力强，正义感爆棚，因顶撞上司被穿小鞋，即将被劝退。系统分析，以上人员均具备独立办案的实力。面临失业危机，他们对薪资待遇的需求远高于对平堂的追求。为的行业封杀。这些律师都是被埋没的金子啊！系统，你这50积分花的太值了。回去就照着名单一个个打电话。挖墙脚，我最擅长了。系统，办公场所呢，也帮我参谋参谋。找600平米的地方，交通要便利，环境要好。左，海州市核心商务区写字楼资源。华兴路环球金融中心32层 B 区，即682平方米，精装修，视野开阔，可俯瞰江景，目前处于空置状态。租金为18万，系统已为您进行初步议价。系统提示：您当前剩余积分为25分，不足以支付全款。建议宿主先行支付3个月租金作为定金，后续租金可由律所盈利支付。发送至您的手机，签约事宜将由专业中介协助处理，无需宿主费心。好，就租这里了。于10分钟后与您联系。值，太值了。果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喂，请问是程岩律师事务所吗？是我。我想咨询一下离婚的业务。工作这就来了。快点，时间轴再往后拖一点。好嘞，发布成功，效果超棒。下载吧。创梦家具的小开，点赞都爆炸了。财经新闻里提了一句，说是商业联姻，和平分手。那女主呢？女主是谁？搞快点！我也认识，她之前还开直播跟我们聊过创业心得，是个超级励志的小姐姐。关了，哭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看完视频我又相信爱情了。这个陆律师是哪路神仙？月老下凡牵线吗？我也想找他咨询。离婚后也能遇到真爱，我真的被治愈到了。全网寻找这个黑发律师，谁知道他的联系方式？我们律师圈出了一个名人，婚律师，不好好钻研业务，打磨自己的专业能力，
客户撮合姻缘，搞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是维护法律尊严、捍卫当事人合法就医的专业人士，不是街头巷尾的媒婆。不仅拉低了我们律师行业的整体格调，更是丢尽了我们整个行业的脸。希望这位陆律师能有点自知之明，不要再给我们这个神圣的职业抹黑。陆律师帮客户离婚，还负责售后，找个对象怎么了？你个腾达律所的，管得着吗？喂，王总。哎呀，陆律师，可算打通你电话了。是，你现在业务范围拓宽了，还搞上姻缘介绍了。什么？手上有没有合适的资源，也给我介绍介绍呗。陆律师，别理那个姓曹的，我们都支持你。对，他就是嫉妒，看你火了眼红。喂，您好。明白，我马上处理。好的，谢谢，没问题。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是在维护行业体面，凭什么全都冲着我来？你那边也炸了，炸了！我的手机也炸了，我的也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快想办法，不能这样下去！你们也是？我的评论区已经没法看了，全都是骂我的。我私信更惨，祖宗18代都被问候了一遍。最要命的是，我昨天发的一个普法视频下面，现在全都是刷拉黑腾达律所的。这怎么办？要不先把视频删了吧？别越烧越大。不行，这条视频是高合伙人授意我们发的，现在咱们不声不响删了，怎么跟他交代？走，我们一起去找高合伙人，把情况说明白，看他怎么处理。已经有人开始刷抵制腾达了。我们以前发的普法视频都被冲了，慌什么？还能翻了天不成？由着他们骂，等2天热度下去，自然没人记得。说了，他们骂得越凶，不就越说明我们戳到陆成言的痛处了吗？就凭这些网友，还真能帮他拉来客户不成？别搞笑了。高合伙人，这次真的不一样，你最好有充分的证据。您看，已经有人在带抵制腾达的话题了。李氏集团，这不是普通骂战，这是要砸到所里的大客户了。删！赶紧把所有相关视频都给我删掉！好，我们这就去。快，系统出问题了，马上！数据在变动，补救中。删了，应该看不见了吧？不对，我旧视频下面怎么也开始有人骂了？
我的也是，他们跑去我以前普法视频底下刷屏了。删视频根本没用。这群人不是在骂两句，他们是冲着腾达来的。怎么办？还在刷，根本停不下来。早知道会闹成这样，打死我也不发那个视频。喂，是曹律师吗？我是李氏集团的李总。李总，您好，您好。我打电话是想通知您一声，关于我们公司那个案子，我们决定取消委托了。什么？李总，为什么？案子都已经推进一半了。我们觉得或许有比贵所更合适的选择。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如果是网上那点事儿，曹律师，就这样吧。真的撤了，是真的撤了。曹律师，不好意思啊，我们之前约的咨询先取消吧。打官司我看重专业，但我更看重人品。您这边算了吧。您再考虑一下，我们业务能力真的没问题。我的单子也飞了，客户直接说我们人品有问题。这不是意外，这是塌了。我的一个大单也飞了，客户说我们人品有问题。这损失也太大了吧，谁扛得住啊？你就动我算了。这视频是高海杰让我们发的，现在出了事儿，客户跑光了，凭什么让我们自己扛？对。当初是黑发男人组织的，是他让我们下场的。现在损失成这样，必须把话说清楚。走，再去找高合伙人。王小姐，您听我解释，这件事只是个意外。我们律所的专业能力，您是清楚的。这场官司，我有70%把握赢。高律师，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可是找其他律师也能赢。我打个比方吧，我去买手机，2家店的手机一模一样，价格也一样。家店说我们只管卖，卖出去就不管了。另一家店说我们不仅卖手机，还提供贴膜、数据转移、软件安装，甚至还能帮你介绍对象。你说我作为消费者会选哪一家？王小姐，我们是律师，不是婚介所。对，你们是律师。我可以不用你们介绍对象，就像我可以不用贴膜服务一样。但你连这项服务都没有，别人有，我为什么不选服务更全面的那家？
原来他关起门来也会被客户堵得接不上。什么事？高律，我们这边客户也都开始取消委托了。一点小事就慌成这样，成何体统？别什么事都来烦我。公关部能把客户找回来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听高律的呗。先让助理去联系公关部，其他的回去再说。曹律师，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另请高明，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今天丢的是单子，明天呢？位置、前途，还是在腾达继续待下去的资格。外面的火灭不了，那这把火迟早要烧回腾达内部。废物！啊！不是主任，您怎么了？废物！是你哭着喊着求我，让我动用关系在行业里封杀陆成言。现在呢？你又给我搞出这么个天大的烂摊子！一个陆成言而已，他就算再火，也只是个刚起步的小律所。你倒好，非要把他捧成我们的生死对手，又狭小，嫉贤妒能，靠着女人上位，现在还要把我的律所给毁了。我宣布，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腾达的资深律师，普通律师。明天立刻给我从这个办公室搬出去。抱着纸箱从独立办公室搬到普通律师的格子间。凭什么？不过是走了狗屎运，在网上搞了几个噱头，就突然翻身了。陆成言，可现在的他已经不是我能轻易拿捏的了。这里是成言律师事务所，请稍等，我查一下。不好意思，陆律师今天的预约已经满了。是的，我们这边可以先为您做个登记，请问您……我靠，班长这是要上天啊！抖音400多万粉丝了，这粉丝数吊打一线明星了吧？你的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好的，陆律。是呀，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吗？你的律师证不是已经下来了吗？今天开始，你不用再做助理的工作了，正式执政上岗，以后自己接案子。眼镜女，你要当律师了？陆律，您说的是真的？为了这个证，我熬了那么多夜，吃了那么多苦。我以为还要从实习律师慢慢熬，没想到会这么……什么时候说过假话？我们律所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你能力足够，不用再屈才当助理了。谢谢您，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短发女孩也是，这段时间辛苦了。不辛苦，能学到这么多东西，我开心还来不及呢。为了奖励你们最近的辛苦付出，也为了庆祝我们律所开门红，这月开始，你们两个的工资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加1半。什么？加1半？这比我之前预想的涨薪幅度高太多了。这哪里是老板？好了，别愣着了，赶紧下班。谢陆律，谢谢陆律。律所总算走上正轨了，案源不断，口碑逆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可人手还是太少，光靠我和刚上手的短发女孩根本扛不住这么多案子。系统在吗？我一直都在。之前让你物色的挖人名单准备的怎么样了？名单已生成，宿主可随时查看。很好，在调出名单之前，先帮我做一个筛选。名单里有没有当初在行业里跟风抵制过我的人？正在筛选。筛选完毕，名单内均为未参与抵制者。那就好。我可以不计前嫌，但绝不会主动把曾经捅过我刀子的人招进团队。据宿主当前律所的需求，系统已为您匹配最佳候选人。姓名：年龄：慕容瑜，教育背景：海外法学硕士。当前状态：因本季度业绩在律所垫底，即将面临末位淘汰。腾达律生事务所，有点意思。合同纠纷，正缺一个对口的人。海归硕士，专业能力不会差，业绩垫底多半不是没本事，而是在那种地方不懂钻营，被人挤下去了。要是能把他从对手的地盘上挖过来，第一个就联系他。年底我就要被末位淘汰了，在红圈所待了整整1年就走人，这也太丢人了。别这么说，你已经很努力了，已经打败了很多人。努力有什么用？腿磨破了嘴皮，好不容易才谈下来2个客户。今天2个客户前后脚给我打电话，全都取消了委托。这又是哪路神仙？我怎么没听过？现在好了，业绩根本完不成，这个月的 KPI 铁定垫底。
顶着一个被腾达淘汰的标签，哪个好律所敢要我？去那些小律所，我又不甘心。我好歹也是海外名校毕业的法学硕士，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在红圈所待了整整1年就走人，这也太丢人了。太好笑了，笑死我了！再来一个！只要肯熬、肯拼，总有一天能站稳的。只有业绩排名、KPI 淘汰名单。喂，我是程岩律师事务所的陆程岩。陆程岩。抢走我客户的人怎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陆律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淘汰的困境，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律所。他邀请我们参加一个聚会。陆律师，你开玩笑吧？啊，年底还没到，你怎么知道？陆若小姐，不用否认，找到你的电话，自然有我的渠道。你只需要告诉我是否愿意跳槽。可他在意的根本不是我的难堪，他只在意我值不值得被带走。我给你3.5万的底薪，业绩奖金另算。你的年收入只会比现在高，不会比现在低。生活底薪也才1万出头。背景没资源的人哪抢得过别人？所目前规模不大，比不上腾达这种红圈所。像以前那样到处求人拉客户。一边是红圈所律师这个头衔，哪怕他已经快把我淘汰掉了。是实打实的薪水、案源和机会，理智早就替我做了决定。可我胸口里那点不甘心，那点属于名校毕业生的骄傲，还在拽着我。你很喜欢保时捷帕拉梅拉吧？那是我忙到凌晨回家时还会偷偷看一眼的东西。想买到它恐怕很难。只要你好好做，1年多就能攒够首付。面子，淘汰的人还剩多少面子？守着牌子挨饿受气，和真正挣钱、接好案子、活得体面，到底哪个值钱？答应！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岗？你办完辞职手续，随时可以过来。啊！怎么了？我再也不在腾达受那份鸟气了。太好了，恭喜你！谢谢你，
们庆祝一下！丹，他的律所一定有前途，相信我，这绝对是个好选择，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帮人牵线，又不犯法，被淘汰强100倍。没错，你的专业能力本来就强，只是缺个机会。拍上帕拉梅拉，不是买上帕拉梅拉，到时候我可要当第一个乘客。好啊，耶！这不是有人把我从悬崖边拉了一把，更像终于有人告诉我，钱，你只是站错了地方。有人卡在升职门槛上熬了几年，人站错队，被慢慢边缘化。也有人一样本事不差，却注定要被大所的淘汰机制吞掉。你好，我是程岩绿轩事务所的陆程岩。如果条件属实，我愿意谈。顺利答复。明达、启明、华策、明恒，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大所，不再只是压人的山，他们正在变成一座座能被拆走砖石的旧堡垒。而我，要把最能打的砖一块一块挖出来。挖人计划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这才只是开始。陆律师，抱歉，我们……这里是我们的新办公室。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种地方的？可能这就是运气吧。这出国就把刚装修好的办公室给转租了。好了，别愣着了，开始干活。执政律师了，去挑一个你喜欢的位置，以后你就是程岩律所的正式律师。白衬衫男，选好了就去会议室。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客户联系我，想体验我们的姻缘匹配服务。对，他们今天会过来见面。兴趣点单独列出来，比如都喜欢猫，都爱徒步之类，好便他们见面破冰。注意节奏。好的，谢谢。好的，我马上去。高马尾女孩，你以后就是我的专职助理，负责处理我的日常事务和接待客户。明白。进。有事，禀报喜天。高总，这是我的辞职信。不太适合这里的节奏，想换个环境。案子我都已经和另一位律师交接好了，正好可以弥补他之前客户流失的空缺。
这垫底本来就在淘汰名单边缘，压力是正常的，再坚持一下。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也不强留。原来真的就这么简单。我又何必把这里当成唯一的归宿？我还觉得自己像被这个地方判了死刑，可现在我才明白，有些门关上并不是结束，是因为外面已经有另一扇门替我打开了。那扇门后面是新的办公室、新的案源、新的身份，亲手走向更值钱的地方。祝你前程似锦。被淘汰的废物而已。进。高总，我的辞职信。高总，我来辞职。高总，人全都是末位淘汰名单上的人，一个两个是巧合，6个全是。他被我赶出了腾达，现在开了家律所，到处挖人。难道是？喂，给我查一下，最近是不是有个叫陆承言的在挖人？尤其是我们腾达的。好，我马上查。敢挖我的人，我一定要你把吃下去的全都给我吐出来！我的天，这真的是一家刚成立的律所。这装修比我们腾达的合伙人办公室还豪华。这个陆律师到底是什么来头？早知道这里这么好，他昨天就该当场答应啊。要是能早点来这里，他又何必受那么多委屈？两位慢走，多亏了您，不然我们俩哪有这个缘分？以后我身边有朋友要离婚，哦不，要找对象，我第一个推荐您。白衬衫律师，您这离婚续费找对象的业务太棒了，确实是个好主意。这两位是我们律所的客户，以后我们承言律所不仅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法律服务，也为大家解决个人情感问题。丁，促成良缘关系巩固，获得60点姻缘积分。欢迎各位加入承言律师事务所。你先进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位，然后来我这里签劳动合同。
怪不得这么多人愿意跟着他。这种人天生就该站在最前面。白衬衫男，我们是天成律所过来报道。啊，欢迎，先登记信息，稍后统一安排。我的乖乖。这哪是开律所，这简直是把人家律所的墙角都给挖塌了吧！陆律师好。好家伙，这是把海州市前10律所的末位淘汰名单给一锅端了。欢迎各位，合同稍后签，工作优先。现在我来给大家分配一下案子。这是咱们目前接到的所有离婚案，一共563个。辛苦了。系统正在根据律师擅长领域与客户八字进行智能匹配。这个案子你来跟，当事人双方八字不合，但都命里带水，你去能镇住。好，这个给你。女方太阳穴凹陷，夫妻宫有损，你面相和善，适合安抚。明白。高壮黑西装男，这个是你的。男方有家暴倾向，你1.9米，跆拳道黑带，气势上能压倒他。没问题。按八字和面相分配工作。可诡异的是，他们拿到手的案子，竟然真的都是自己最擅长处理的那一类。这哪里是律所，这简直是离婚流水线工厂啊！我这边跟猎头确认过了，我所里那12个被淘汰的律师，确实都去了那家新开的成妍律所。陆成妍，他凭什么？一个被我们力通开除的丧家之犬，靠着搞什么离婚续费找对象的歪门邪道，就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挖我的人！喂，老孙吗？我是高海杰，听说了吗？那个小子把咱们行业都快搅翻天了。他打着法律服务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搞姻缘介绍，优质客户全都骗走了，这是破坏常规。对，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海州10大律所联合起来，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店，皇庭酒店，钻石包厢，我们碰个头，好好商量一下。这个陆成妍必须搞掉。我们连汤都没得喝了。各位，我的想法是双管齐下。第一，他不是号称离婚官司100%胜率吗？那我们就让他输。要是他接的案子，不管大小，哪怕律师费打1折，倒贴钱也要打，把他名声搞臭，看他还怎么接客户。高啊，高律！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必须斩断他的客源，才是他吸引客户的根本。想办法让这个业务做不下去。好，我们马上行动。对，拖垮他。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时间线要重新梳理，特别是这个部分需要更精确，明白吗？明白。是的，助对方婚内财产转移的证据，再补强感情破裂的事实链。丁，团队协作效率提升，姻缘积分获取速度获得加成。
当前姻缘积分190点，这波不亏。陆律师，陆律师，你睡了没？杨先生，别急，慢慢说。我能不急吗？明天就要开庭了，我心里没底啊。那个女人她咬死了说我们感情没有破裂。要的是，她还是不承认孩子不是我的。对，我100%保证。那就没问题。找个知冷知热的新对象，我也可以帮你物色人选。哦，好的，我马上处理，抱歉，谢谢你。走吧，我们进去。有点意思，是冲我来的。律所的联合报复开始了。这第一步就是派自己的前上司，一个顶级的金融律师，来打一场他根本不擅长的离婚官司。陆律师，那不是利通的赵德柱吗？他怎么会来？别怕，一个主打金融案的大律师很少碰离婚官司，他不懂这里面的门道。这一场官司不仅关乎他一半的财产，更干乎他能否摆脱替别人养了几年孩子这个天大的笑柄。黑发律师，3年不见，出息了啊！都学会靠做媒拉客户了，可比当年在利通给我当助理的时候有前途多了。你小子有才华，但是太冲动，得罪了冯修文，在海州是混不下去了。劝你赶紧另谋出路吧。那句话让我彻底放弃了金融领域。如果没有那次离开，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赵律师，好久不见。职业也不分贵贱，能帮客户解决问题就是好律师。我靠着这些离婚案子撮合了不少良缘，总比某些人靠着打压后辈、抢夺功劳往上爬要强得多。希望等会儿在法庭上，你的专一嘴皮子一半厉害。我会让你亲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没事儿，我们进去吧。黑发律师，那个背头男人，他真的很厉害吗？他是利通最顶尖的金融律师，打官司从来没输过。知道鲨鱼和老虎的区别吗？
老虎在森林里是王者，所向披靡，他确实是条鲨鱼。他一个主打金融案的大律师，很少碰离婚官司，他根本不懂这里面的门道。那海里的老虎，就算再凶猛，也施展不开拳脚。更何况我们手里有最关键的证据，谁就能赢。客户没有隐瞒，只要资料属实，这场官司就没有输的可能。这样回答，我明白，但他们会相信吗？相信我，按我说的做。等会儿上了法庭，你什么都不要多说。核心策略就一个字：一拖。拖。他最擅长的就是抓住对方的过错，然后穷追猛打，一击致命。绝对不能跟他纠缠财产分割、孩子抚养权这些具体问题，明白了吗？一旦开庭，你就打感情牌，就说你还爱着那个黑衣疲惫男，说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深爱丈夫、想要挽回家庭的可怜女人的形象。只要法官相信了你的说辞，第一次开庭大概率会以调解为主，不会轻易判离。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时间拖下去，拖到他失去耐心，主动跟我们协商。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还能继续花他的钱。那个孩子，反正他现在也不知道真相。陆律师，我看到他就觉得可惜。这个婚我离定了。需要配合我，我自然会让法庭看清楚所有真相。检测到被告方情绪状态异常，存在伪装表演成分，请宿主注意。有意思，看来对方已经开始演戏了。准备好，法庭即将开庭。现在开庭。原告，请陈述你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审判长，我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主要有3点：请求判令原告黑发憔悴男人与被告白裙女人离婚；令白裙女人返还婚姻存续期间原告因抚养非亲生女所支付的费用，共计100万元。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50万元。事实与理由如下：被告在婚前便已明知其腹中胎儿非原告亲生，以怀孕为手段欺骗原告与其登记结婚，这种行为不仅构成了严重的婚姻欺诈，婚姻关系中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神维系与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我们为双方的感情基础因被告的促加行为而自始不存在任何维系之必要，感情却已完全破裂。审判长，我反对原告律师的说法，之间依然存在深厚的感情，婚姻关系并未破裂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便在原告提出离婚诉讼之后，两人依旧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还经常为我的当事人和孩子准备1日3餐。爱，又怎么会如此细致的？我那是看孩子可怜，他一个当妈的天天就知道打扮，孩子饿得哇哇叫他都不管。原告，注意你的情绪。
审判长，关于我当事文为被告做饭一事，我方有补充说明。锦鲤圈里是出了名的老好人，性格忠厚，富有同情心。他就有过多次因为朋友工作繁忙而主动上门为朋友家人做饭、照顾老人孩子的先例，完全是出于他乐于助人的性格使然。恶于心不忍，这与所谓的夫妻感情没有任何关系。并非只针对被告一人。那么请问陆律师，做饭可以用性格来解释，那洗衣晾晒呢？说黑发男人先生不仅会帮他洗衣服，甚至还会细心的将衣物晾晒整齐。停，一个男人怎么会为一个女人做到这种地步？床单，看他的脏衣服堆在那儿碍眼。审判长，正如我当事人所说，他顺手清洗晾晒被告的衣物，也并非出于特殊关怀。我当事人有轻微的洁癖，并且对物品摆放有自己的秩序要求，这会让他感到极度不适。而非对被告的特殊对待。我方同样有证据提交。访了数十位邻居后，他们提供的证言。洁癖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退一万步说，就算杨泽水先生之前的行为，都可以解释为性格与习惯。他大可以对他不闻不问、视而不见。哼！只要我没把事情做绝。胖律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我也想反问一句。当事人选择在离婚前维持最基本的体面，恰恰证明他是一个有教养。破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啊，我只是没有撕破脸，不是还爱他。审判长，请看这些照片。这是今年5月，黑发休闲男带着我的当事人米色风衣女，这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最真实的写照吗？我那是可怜孩子，我只是想让他有个快乐的童年回忆。不是伤心，是得逞。审判长，我请求当庭播放一段视频。准许。谢谢。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对这段婚姻、对我的当事人抱有感情吗？审判长，律师提出的这一点，我方有不同看法。视频中，一位陌生游客出于善意，对我当事人一家进行了友好夸赞。基本的社交礼仪回应了一句谢谢，而不是对一家3口很幸福这一观点的默认。这就像在职场上，如果有陌生人夸赞对方律师和您的同事关系真好，您出于礼貌道了谢，和那位同事之间存在超越工作的特殊感情吗？
合，尤其是在孩子面前，选择礼貌回应善意，本身就是一种克制。成爱情，把体面当成复合意愿。证据只抢解释权，这才最难缠。我当事人在旅行期间的真实想法，我方有更直接的材料。我方整理的聊天记录摘要，由法庭核实，必要时也可出庭作证。我反对。频是动态的，是现场发生的真实记录，更可靠的证据。赵律师此言差矣。只是某个时间点的外在表现。人说过谢谢，却不能证明这句谢谢背后的真实心理活动。提交的聊天记录并非孤立截图，都有明确时间戳，可以与原始设备、平台数据、联系人证言进行交叉核验。我方也同意由法庭依法进行核验。让法庭核验？这不是临时拼出来的截图，是完整证据链。关于双方提交的视频及聊天记录材料，我真的知道错了，不是故意要隐瞒那些事的。太爱我，所以骗了我那么久。我发誓，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我们还可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是后悔，他是在拿刀反复割我的伤口。你别在这里装了！财产分割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爱我？那时候你不是一门心思只要钱吗？现在到法庭上了，你知道哭了，知道喊我老公了。我跟孩子两个人没法活下去。我不是贪你的钱，我真的不是。看到了，原告与被告之间显然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基础，只是因为一些误会，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恳请法庭能够给予。我反对。被告席上的卷发女人并非在表达真实悔意，试图拖延离婚诉讼进程。审判长，我方需要与当事人就刚才庭审中出现的新情况自行沟通，以确保后续庭审顺利进行。申请休庭。同意休庭。下午2点继续开庭，也建议双方可以利用休庭时间私下进行调解沟通。谢谢审判长。听见没？审判长都发话了，有些事早点坐下来协商。陆律，休息区在前面。赵德柱打的是人情牌，要破这张牌，先得让病容男人自己断掉最后的犹豫。黑西装律师，这可怎么办啊？我不想调解，我真的不想跟再有任何瓜葛了。这要是拖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还能不能离？我是不是还要一直被他这么耗着？杨先生，您先别急，有西装男人在。我不是怕输一场官司，我是怕自己好不容易爬出来，又被感情、孩子、体面这些词推回去。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也是最重要的一遍：这女人现在此刻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真的相信过这个家？
没有。好，好。那天下午开庭，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不要再替他体面。申请休庭，不是退让。上午他们撬开的不是缝，是他们自己脚下的裂口。审判长，我方认为，一开始我就是他骗局里最蠢的那个人。原告律师所说是否属实？一个不明不白的父亲，请问这不是骗婚是吗？4年前的7月15日，也就是说，你在婚前就已经明确 Devo 自己怀孕的事实。15号，请到3号诊室。我们走。你们没长眼睛吗？我爱人不是故意的。还说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肯定也有毛病，绝不会记错这张脸。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大骂，骂得特别难听，所以对他印象特别深。在排队等候产检，不小心碰了他一下。能说一下你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什么事情认识他的吗？让大家看清楚。审判长，既然被告方律师认为双方感情深厚，法律依据：我当事人与原告父先生婚后4年，感情深厚，根本没有达到感情破裂的程度，更谈不上任何赔偿。呀！当事人孩子4年来的抚养费共计100万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经济损失费共计150万元。性庭前的凑球未成改变，被告卷发女人必须净身出户。出庭期间，双方是否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了新的协商结果？走，回法院。不对，那个年轻律师上午看我的眼神太平静了，那不是一个黔驴技穷的人该有的眼神。等着吧，开庭前他肯定会主动来找我们摇尾乞怜。不过是虚张声势，想吓唬吓唬我们，把调解的价码抬高一点罢了。这说明他没招了。一个小年轻刚开律所，能有什么人脉和手段？急什么？律师，他怎么还没联系我们？法庭上哭诉自己爱你，怕失去你的女人，背地里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证据清清楚楚地摆在法官面前。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绝杀武器。爸妈身体不好，家里开销大，原来他早就藏了一套房产。我就知道他有事瞒着我，我就知道。可以认定为隐藏夫妻共同财产。锦绣江南小区，登记时间是1年前，由他母亲王秀兰全款赠与。
养足精神。下午就看你怎么把他那个老实人当事人拿捏得死死的了。不过，究竟是谁该接受现实，恐怕还不好说。下午的庭审自然会见分晓。脸上都不好看，你现在劝杨泽水回头还来得及。出来吧，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不如现在就去劝劝你的当事人，接受调解，对大家都好。哟，陆律师，一个人在这儿想办法呢？哼。到时候财产分割的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没辙了。下午的庭审，我们继续打感情牌。那我就用这份铁证撕开那层伪装。